上期给大家介绍了我在研究民族服饰的这一年中感受到的最震撼的5个点，结果没想到评论区召集来了好多民族服饰专家以及爱好者。其中我看到有同学提到，这些民族服饰让他想到了中国的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富有生命力。那么我们传统服饰中的文化底蕴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这个问题很难一句话回答，不过当我看到最近越来越多杂志开始拍摄民族大片时，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的。因为有些时尚大片中好像缺了点什么，你们觉得会不会有一点老外穿旗袍的感觉？就是那种形似而神不似，而中国文化中最在意的又恰恰是这个神韵。那么本期我们就来说说中国传统服饰中的神韵，或者说魂。我将带大家从少数民族的消费观、世界观、审美观、婚姻观、家族观这5大观，来说说这一年我研究民族服饰的过程中，3观是如何被震碎，又一点点被捡起来的。同时也要介绍下本期的外援嘉宾，民族服饰民间学者雷宏斌老师。他本人就是一个震撼我3观的代表。作为一个90年代闯荡北京的北漂苗族，10几年前他辞掉北京的安稳工作，回到家乡，把自己的所有积蓄都投入到了收集民族服饰这样一个烧钱又烧钱的事业里。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了一个这么不理智的决定。于是我和明总也从北京飞到了他的家乡。在他的家里，我找到了我们传统服饰中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消费观，百姓日用即为道。对，雷老师我们用自我介绍吧，因为雷老师背景非常丰富。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您，说您是那个苗族服饰的民间学者，包括您也是民族博物馆的顾问。你每次看那个博物馆的推送，最下面的那张合影照片，就是我是跟那些苗族的老太太是在一起，但是我不知道那张我为什么就在中间了。雷老师当年是因为在设计学校进修时，发现老师教授的图案设计还不如家乡村里的苗族老太太们做的图案纹样耐看时，受了刺激，才决定辞了工作，回家乡收集散落在民间所剩不多的民族服饰珍品的。他生活的家里简单而朴素，然而里面却堆满了单件就价值上万甚至几十万的稀有的民族服饰古董珍品，很多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为什么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呢？因为里面有很多重手工的极其精致的细节。你能描述一下我现在是什么样子吗？你说完还好吗？那种是精细的，对，好精细啊！用线来表达，那粗的你就用这种布来堆叠表达，就是各种各样的。特别是我们这个少数民族的设计啊，哎呀，这种东西太多了，太好看了。像这种，它是不是其实从工艺上来说，不能说是非常难？不难，很简单，但是又牢固，又好看，对啊，又表现出精致，又能结实耐用。对，这种服装领子处银饰和锁绣、压金线等工艺的精细和结实，非常启发我，因为它回答了我近几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国际 T 台上那种极致的奢侈，往往是很脆弱的。为了艺术和精致，似乎你总是要舍弃结实和耐穿。那我想，难道就没有真正实穿、耐用，同时又极度精美的服饰吗？你看，这就在我们的传统服饰中找到了，它有着奢侈品一般的精美和华丽，但同时又是结实且牢固的。难怪明代思想家王寅说：“百姓日用即为道。”宇宙观，万物有灵。这件雷老师从云南省西畴县收的1910年左右的壮族盛装服饰，就让我觉得非常震撼。服装的造型，你们觉得像什么动物？因为壮族本身是一个崇拜鸟的民族，他们常常用翘摆和立领来模拟一只骄傲的飞鸟展翅欲飞的姿态。这只展翅欲飞的鸟，其实代表了我们祖先世界观里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万物有灵。他们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有灵性的，都是神圣而平等的存在。然而苗族等少数民族因为没有文字，所以他们无法像贾平凹老师这样写一本万物有灵。苗族妇女们只能选择以针为笔，以线为墨，把这些他们所珍爱的图腾一视同仁地绣在自己的衣服上。我们的刺绣呢，都样样都有，有龙啊，有鸡啊，有鹅啊，有羊啊，有马啊，有鱼啊，随便哪这都有螺丝。再比如雷老师给我展示的这套兼具了华丽和素雅的苗族盛装，大家可以把你能认出的动物打在公屏上。
而这些也构成了我们传统服饰的独特之处。服装上的纹样是我们的图腾，文化的符号，代表了历代祖先的故事、信仰以及美好的祝福。而西方现代服饰中的纹样同样也是如此。我们开始觉得很时髦，其实那都是西方文明延续下来的图腾，被他们进行了现代化的演绎，今天变成了我们也愿意买单的文化符号。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把我们祖先的故事、民族的历史穿在身上，漂亮还时髦，全世界人都想要争相穿着，并渴望了解这些图案背后的历史，那该多美妙啊！审美观、节用和胜数。要说时尚圈内的审美，那真的是五花八门，各执一格。但我觉得大面来说，还是可以分成克制和 drama 两派的。而当我看到我们的民族服饰时，我才发现，原来在我们的传统服饰中也存在着这样的两极，既有克制的，也有 drama 的。贺阳老师曾经在多个场合跟我强调过胜数和节用这两个概念，这是多年研究民族服饰文化给他的启迪。节用体现在对材料的爱惜、对技艺的尊重上，而胜数体现在不炫技、不滥用技术、不暴殄天物。比如在贺阳老师给我试的这几件苗族服饰中，所有的刺绣、拼布等装饰都只出现在局部很小的部位。你可以想象，如果把这些图案铺满全身，呈现出来的效果会相差多少。当然，这样的设计观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并不完全是从审美角度出发的。如果不知道在纹样中做节制，很可能你都要嫁人了，衣服还没做好。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我们下一个点详细说。婚姻观，长得美不如穿得美。如果说前面的这些价值观让我惊喜的话，那少数民族的婚姻观只能说让我惊愕了。这是去年我在贵州省博物馆里看到的一个记录了梭嘎苗族真实生活的展览。金苗族这个苗族支系呢，因为一直深藏在六支特区的苍茫群山中，地处偏远和外界隔绝，所以保留下了很多我们祖先极为久远的习俗。比如跳花坡，这是每年正月初4到14梭嘎金苗青年的乡亲节日。除了男女青年们唱歌跳舞以外，还会有走寨会姑娘、男女青年花棚夜谈、月下对歌等浪漫的活动。雷老师告诉我，在苗族女孩的评价体系里，长得好没用，穿得好才受欢迎，因为她们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一个女孩的嫁衣常常需要花几年时间完成，所以女孩们从7、8岁开始就跟着妈妈学做衣服了，目标是要在自己出嫁前完成自己的嫁衣。每个苗族女孩几乎都是艺术家，她们掌握了基本纹样之后，就能随心所欲地调动和组合它们，用手感和直觉来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品。看到这儿，我心想，像我这样完全不会做衣服，只会用嘴说衣服的，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岂不是完全没有市场？不过不得不说，各时代的择偶标准都是根据现实社会里的生存法则提炼的，但无论哪个时代，对女性的要求好像没怎么降低过啊。家族观，最初的珍视，最后的仪式。在所有价值观中，少数民族的家族观是最让我震撼的，因为它让我明白了我们的服饰文化底层和西方最截然不同的地方。在梭嘎故事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梭嘎苗族典型的发型是一种用长角木梳把大量头发固定住而形成的巨型发髻，所以也被别的族群称为长角苗。这个发髻可以说是苗族头饰中最大的发髻了，在世界各民族中应该也属于天花板了。据说最重的重达2.5公斤。我一直很好奇，那么大一个发髻里都包着什么呢？研究之后我才发现，原来里面都是家里历代女性的遗发。据说当地妇女会收集自己梳头时的落发，把它参麻搓成发绳，然后代代相传，这也算是对祖先的顶礼膜拜了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传统服饰中最打动人的部分吧。今天各少数民族依然会用各家提供的布拼起来做自己的衣服，还会把自己在贫苦中拉扯大的孩子穿过的衣服送给别人的孩子穿，作为祝福。苗族女孩除了要做自己的嫁衣，还要做自己的寿衣，因为苗族人相信，只有穿某种特定样式的衣服，才能找到自己的祖先。他们那儿的衣服其实就是又是传承，又是就是嫁衣，又是家里人做的，然后就是衣服和消费没有关系，它有很多情感和记忆在里面，很多情感，对吧？我看他们还有一个老太太，就是她也年纪特大了，对，她突然想她妈妈了，
他妈妈曾经留给他一条裙子，他就每天把这个裙子搭在这个肩上。哦，哎，我就觉得真的挺好的。其实他怀念他的母亲的时候，把他妈妈的衣服披在肩上，但是那种形式还特好看。好羡慕他们还能有如此古典的寄托情感的方式。如今我们想妈妈时又能如何表达呢？在现代服装已经被我们简化成一种审美、品味、财富、个性符号的今天，当我看到服装最初的样子以及它承载的情感和血缘之情时，这一刻我明白了我们的民族服饰真正打动我的是什么。如果说西方时尚打动了我的感官和欲望，那么我们的民族服饰则是触碰到了我的血缘和情感。我们文化中的服饰是我们和族人、祖先之间互相辨认的方式，是我们和亲人之间的情感的寄托，也是我们祖先一代代传下去的福禄。在这些传统服饰里，我看到了我们曾经如此珍视的东西所留下的最后的仪式感。当然，我们要感谢西方先进的服饰文化给我们提供了绝佳的学习范本以及定义自我的参照，感谢一切不同于我们的事物，让我们知道了自己是谁。最后，也期待有才华的创业者和创意者能创造出真正有东方神韵的时装大片、时装品牌和时尚美学。最后，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一起讨论一下，你们觉得中国传统服饰的神是什么？好啦，最后别忘了关注我，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下期见。